Hello，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近期中东的战火升温，国际原油的价格一度飙破每桶$100。那现在就很多人在询问，这种石油危机的状况之下，标普500指数还能持续投资吗？毕竟我们现在打开新闻看到的要不然就是油价高涨，要不然就是听到伊朗说要封锁赫尔木兹海峡，这会导致美国的通膨升温，降息延后。那降息延后就会使得美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所以很多人的内心就会冒出一个想法。美国会不会又再次陷入像是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危机？那个时候标普500指数下跌了超过55%，在1-2年的时间之内哦。那今天这支影片 Kevin 不会跟你讲说标普500指数长期投资买了就对了，完全不用看。我不会用这么简单的方式要你无脑的继续定期定额投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不负责任。我会带你了解美国历史上遇到了这种战争危机的时候，这些风险到底会怎么样去影响标普500。最后我会跟你分享现在2026年的中东危机跟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到底有哪里不一样。那如果你有在投资标普500指数，那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真正害我们投资人赔钱的往往不是战争的本身，而是我们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做出最情绪化的决定。那中东战火真的有影响到全世界的股市吗？那答案当然是有的。那从2月28战事发生以来，截至我拍片的当下，现在是3月25号，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已经下跌了大概是4%。那台湾的股价加权指数跟欧洲的斯托克600指数同样都下跌了超过7%，而日本的大盘日经225指数更是下跌了超过12%。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这次中东危机的确对全球的股市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对美股投资人却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可以发现到，这次地缘政治风险的主要国家美国，他们的国家股市竟然没有出现大跌的状况。其实美国股市真正担心的不是战争发生了，而是战争发生之后它后面造成的影响。像是呢，如果战争持续的下去，油价如果一路往上冲，然后维持在高价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就会重新点燃美国国内的通膨。那如果美国国内的通膨重新升高，那Fed也就是联准会，它是不是就更难以去降息？那如果Fed更难以降息，那美国企业的营运成本就会提升，那企业的估值当然就会进一步的承压。那这次美伊冲突到底会不会影响到这一块，才是我们应该要去观察的。那历史上如果发生了地缘政治风险，也就是一些战火，那标普500指数后续表现会是如何呢？首先，如果我们现在一直看新闻的话呢，你一定会觉得美国好像快要毁灭了它陷入了美伊战争的泥淖。然后呢，你又看另外一个电视，可能又在讲说美国这次赢的非常的轻松。那这时候你脑中肯定会有个想法，每个新闻台怎么讲的都不太一样，我们是活在同一个地球吗？假的。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件事情发生，也就是美伊冲突发生之后，对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到底会有什么影响？那我们就直接把过去的历史拉出来看。那 JP Morgan 这家公司呢，它就回顾了1940年到2022年全球总共发生了36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那他回顾之后呢，他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地缘政治事件通常对标普500指数，也就是美国大盘，它的长期报酬几乎没有持久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就是当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内，美国的 S&P 500指数，它的一个报酬确实会变得比较差。但是呢，当我们将时间拉长到6个月乃至12个月，它的平均实质报酬和一般时期几乎是相同。那这36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我相信在历史课本上你都一定有读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是由 Morningstar 也就是晨星这家公司他们所分析出来的一个报告。那这报告里面呢，总共列出了20几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然后呢，他们发生之后呢，在未来3个月、1年乃至10年后，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多少？你可以发现到，这种重大的地缘政治发生之后呢，往往3个月内，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的确报酬率是比较差的。但是呢，你将时间拉长到1年之后呢，美国标普500指数它的一个正报酬的几率就明显的上升。那超过3年乃至5年之后呢，几乎对美国标普500指数没有太大的影响。那这其中就包含了2022年发生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此事件发生之后呢，的确标普500指数在1年之内下跌了超过11%。不过呢，在3年过后，也就是2025年这3年时间呢，标普500指数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竟然是正的9.5%。所以从这边我们又可以再次的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呢，
股市的短期呢，的确战争产生的影响会非常的明显，但是到中期的话呢，大家更关注的是企业它的实质的获利能力。然后长期的话呢，大盘的股市呢还是会回归到他们自己的基本面。但是呢，当我们把历史长河给拉开来看，你会发现这些事件产生的影响，在 K 线图上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凹槽，而这小小的凹槽反而是那些长期投资人最喜欢的时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表格，那这表格是美国的标普500指数从1990年到2024年，当世界发生了石油供应危机的时候，美国标普500指数它的平均报酬率是多少？首先 T+2 就是危机发生之后呢加2天，美国标普500指数它的平均报酬是多少？那接下来就是 T+2 周，然后2个月，以及 T+1 年，还有 T+2年。你有没有发现到，随着时间越往后，其实呢这种石油危机呢对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的影响也是非常的低。那这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短线的投资人，那这种战争风险啊，或者是川普是否又发了一些推文的风险啊，的确是非常的恐怖，因为它完全不可控。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投资时间拉长一点，好像是拉到10年，那么反而会从中抓到一些高报酬的机会。好，那看了前面这些资讯，可能有人就会直接下一个结论，那就是呢，美国历史上啊，地缘政治风险发生之后啊，绝对是会上涨的。所以呢，现在标普500指数买就对了。那我觉得这个结论呢，并不是一个成熟投资人应该得到的，因为就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危机，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例。前面我们有提到，1990年到2024年，地缘政治风险发生之后，未来12个月，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的确不差。但在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12个月之后呢，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可是重跌了超过37%。那为什么这次特别不一样呢？因为这背后的原因啊，就不单单只是这种战争风险，而是美国的石油供应出现了长期的短缺，导致美国的整个宏观经济进入了滞胀。Here I come. 那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危机到底是什么？这个石油禁运危机啊，又称为第一次的石油危机。是因为赎罪日战争爆发，那这是由阿拉伯石油输出组织，也就是 OAPEC 呢，他为了报复西方去支持以色列，所以呢，他们在1973年的10月宣布减产，并且呢，对美国、日本还有欧洲等国家呢实施禁运。那此举导致了当时的国际原油价格啊成长了将近4倍，也使得美国经济陷入了停滞性的通货膨胀。这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呢是由能源问题，然后呢导致了美国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大幅的上升。那通货膨胀大幅上升之后呢，美国央行为了要压制通货膨胀，就将美国利率呢给大幅调升，那时一度将美国的基准利率啊上升到了13%。最后呢，因为这么高的基准利率呢，导致美国的那些企业他们的营运成本大幅的上升，产生了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最终就使得股市崩盘。所以这次美伊战争，我们应该问的并不是这个战争到底会持续多久，而是这次战争会不会使得全球陷入1973年的长期能源危机。那我们这次2026年的美伊冲突跟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危机到底相不相同？26年的这次美伊冲突是伊朗扬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全球呢有20%的原油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呢如果这个海峡被封锁了，的确会对全球的原油价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这是现在跟1973年有雷同的地方，那就是原油的产出呢受到了影响，但是现在的美国跟当年的美国是不一样的。那第一个差异点就是美国现在的能源地位。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的最新的预估啊，美国在2026年的原油产量将会来到平均每日1360万桶，那在2026年的时候呢，更是会上升到平均每日1380万桶。那如果换算成每年的话呢，美国在2027年它的每年的原油产量会超过4964，然后单位是100万桶。那在1970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每年的原油产量啊只有3517万桶。那这个数量呢，使得美国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原油生产国之一。那为什么现在美国的原油产量可以这么的高呢？那主要是因为页岩气的开采革命，使得美国原油生产的成本大幅下降。那这就是第一个差别。现在的美国不像1973年的美国，它的原油非常的需要仰赖国外。那第二个差异就是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那路透社的研究分析提到啊，这次的冲突爆发之后呢，美国之所以比欧洲、日本、
更能承受住这些压力。那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现在的经济还有股市更仰赖于服务业以及科技产业。那我们可以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是美国标普500的前10大成分股，你可以发现到这前10大成分股几乎都是属于科技产业。而摩根史丹利的财富管理政策以及地缘政治主管莫妮卡·格拉在他的报告中指出以1980年代的美国相比，现在的美国他们生产同等 GDP 所需要的石油比当时减少了70%，也就表示说呢，美国现在的经济成长并没有这么的仰赖于原油。对现在的美国经济更重要的是资料中心、半导体、还有算力、云端以及电力的基础设施，或者像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AI 科技股，这些产业并不像传统的制造业这么的受到原油的价格影响。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美国现在的这些股市，他们的成分股受原油影响很小，但是原油价格的飙升依旧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的通膨，还有美国的利率政策，所以我们还是不能100%的无脑投资哦。那如果你是一个打算长期投资10年以上的投资人，那这次的地缘政治的恐慌，那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高胜率的加分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短期的投资者，你想要做一个波段价差的话，那我觉得这次的地缘政治风险可能是一个送命题，因为这个政治风险是完全无法预估的。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你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表格，这个表格就是呢，美国历史上如果发生了15%以上的大回档之后，那接下来12个月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它的一个绩效表现是如何。那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右边也就是深蓝线的部分，那平均起来只要发生这种重大的崩盘，那美国的股市在未来12个月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高达了52%。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这张图，那这张图的话呢，就是美国标普500指数它的熊市跟它的牛市。那熊市的话呢就是红色的，也就是下跌，那牛市的话呢就是蓝色的，也就是上涨。那从这边可以发现到平均熊市会下跌33%，然后它的时间呢会持续长达12个月。但是呢如果是牛市的话呢，它平均上涨超过了265%。然后呢，它的时长呢更是高达了67个月，也就表示呢，美国从1949年到2024年这段期间，美国有超过75%的时间都是属于牛市，也就是股市大涨的周期哦。那我还要再次提醒大家，真正让投资人受伤的，并不是战争发生，而是我们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把自己的投资纪律抛诸脑后，然后跟着抛售。我们应该要在每次危机发生的时候呢，都要问问自己，这次发生的危机有没有影响到我投资标的它的本质？我们的投资标的是不是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自己的话呢，就会持续的投资下去。那接下来你可能会问，那标普500指数我应该要现在买入，还是要等它跌更多的时候呢，我再买入呢？那这个议题我在之前一部影片有完整的讲过。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点击我上方的这部影片连结前去观看哦。那最后 Kevin 想要提醒你，战争、油价还有新闻，这些都会使市场波动，但真正决定你的长期报酬的，并不是这些单一事件，而是你有没有用对的方法持续的投资下去。所以下一步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把工具准备好。像我自己投资标普500指数，我一定会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券商，然后呢，遗产税跟股息税呢也要尽量的减少，这样子我长期投资下来的话呢，我才可以获得最高的报酬。那我自己投资美股，像是标普500指数 ETF， 我是使用 IB 盈投证券这家美股的上市券商。那这家券商呢，同时也是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那这家券商我已经使用了超过6年的时间，而且我有创办它的中文交流区。那如果你对我在使用的券商有兴趣的话，那你可以先加入这个中文交流区，看大家的使用心得，再决定是不是要使用。那这个交流区有非常多的台湾用户会分享他们的开户经验，还有他们的入金出金的心得，甚至税务相关的议题，像是如何去节省股息税，还有避开美国的遗产税。大家都有在里面讨论，并且分享自己的心得。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其中，跟着一起讨论哦。那如果你想要直接进行 IB 盈投证券的开户的话呢，你也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那我教大家如何开立 IB 盈投证券的账户，就算你是一个完全的美股新手，也可以快速的上手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OPEC OAPEC 阿拉伯石油输出组织。石油输出，阿拉伯石油输出